上海为什么执着于建设机场联络线呢？机场联络线的站点为什么这样设立？上海交通路网的大成体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机场联络线全国第一。在2024年的尾声中，上海终于完结了几件大工程，尤其是在交通路网上。像上海南站升级高铁时代，松江站日前开通运营，铁路新庄站正式启用，第一条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年末通车，都踩着2024年的尾巴和大家见面了。这也导致了2024年的上海重现基建狂魔本色，密密麻麻、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看起来就相当壮观，甚至在地铁运营里程上再度超越北京，以896公里的战绩重返全国第一。这个全国第一当然是靠着68.6公里的机场联络线实现反超的。不过，在机场联络线正式通车后，网上的评价明显是有着不小的分歧的。有的人认为机场联络线一开可是大大的便利，40分钟就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有的人认为机场联络线站点设计的挺不合理的，都太偏了，周边鸟不拉屎，出租车都找不到地方，并不便利。也有的人中立一些，说机场联络线嘛，就是连接两大机场的，更方便的是机场之间的中转，又不是服务日常通勤的。现在的机场联络线已经很可以了。在众多评价之中，不少朋友也是看得一头雾水，这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好在的是，这条线路已经通车了，大家都可以亲自下场测评机场联络线的便利度和舒适程度了吧？毕竟别人的评价都不如自己做一次来的真实。已经实测过的朋友，也可以将你的感受打在弹幕上。Hello， 大家好，我是用脚步丈量成色的老谢。今天老谢的脚步就来到了虹桥浦东一线牵，40分钟就能相见的机场联络线上。老谢在做这一条线路的测评算是有点晚了，因为在此之前，不少的 UP 主在这条线路开车的当天就来实际乘坐过了，所以这条线路的真面目已经不再神秘了，甚至现在还衍生出了不少的攻略。比如这个歌词滚动显示器，要想看最高160公里的时速显示，确实得时刻盯着点，不然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这个座位之间大概有1米的空隙，宽度还是可以的，和高铁2等座的座位间隙差不多，就是座位可能稍微硬了一点点。座位旁边就是车上的充电口，充电挺方便的，在车厢连接处还有无线充电，一按就可以跳出来充电。而且毕竟机场联络线嘛，这边还有大件行李放置架，车厢上面也可以放些小件行李，下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手机和行李。可以说机场联络线整体的乘坐体感和地铁相比是迥异的，它更像是高铁的乘坐体感。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车厢内没有卫生间，这里的卫生间是在站内。机场联络线的站点看起来要比地铁站大很多，不过现在网上对于这些站点的评价可就没有对车辆的评价这么友好了。有人说设计丑，有人说换乘员。有人说地方偏，也有人说这站点在设计之初选址就不合理。关于机场联络线的吐槽，90%都落在了它的站点上。总而言之，可以汇成一句话：机场联络线不是说是非常重要、非常牛的一条线路吗？但怎么感觉好像也就一般呢？我想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落差感吧。毕竟现在机场联络线最牛的不在于其便利性，也不在于其乘坐的舒适性，而是在于其作为上海第一条市域线列车，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这种不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虚无层面。所以本期视频的主题虽然是机场联络线，但我并不准备做一些关于什么乘坐体验啊、硬件解读啊，或者说目前设立的7个站点哪个更好啊这类主题，而是在于了解其更多的背后的故事，以及机场联络线背后重要的蓝图。上海为什么执着于建设机场联络线？机场联络线的站点又为什么这样设定？上海交通路网的大成体又该是什么样子？看懂了这3个问题，或许你也就读懂了机场联络线。要说连接2条机场之间的机场联络线，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规划了，只不过当时指的还是磁悬浮。2002年底，上海第一条磁悬浮正式运营，从龙阳路到浦东机场8分钟一站直达，可谓是中国新速度。这条磁悬浮一度被称为闪电，
被认定为公共交通的未来。当然，价格也很未来。这8分钟的价格要50块，2003年的50块含金量可是很高的。要是有机票的话，可以打8折，40块。在这段磁悬浮运营之后，上海其实就已经产生了机场联络线的念头，从龙阳路再延伸连接虹桥机场，形成北接虹桥、南接浦东的机场联络线。又恰逢上海即将举办世博会，所以当时规划的路线是虹桥枢纽、上海南站、世博园站，再到龙阳路。只是虹桥磁悬浮的站位都留好了，磁悬浮这事却流产了，因为在2010年之后，磁悬浮这个未来来不了了。一是因为老百姓都比较担心的健康问题，担忧磁悬浮的辐射，不少人甚至会抗议磁悬浮建在自己家附近。二是比较实在的经济问题，磁悬浮的造价太高了，平均每公里的造价要高达2.9亿。而50元的票价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并不便宜，所以在运营的前些年里，磁悬浮其实一直属于入不敷出的亏本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磁悬浮有了替代品。在上海市内，2010年后2号线全线贯通，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之间的公共交通路线虽然不快，但也是打通了。而在全国2011年京沪高铁的通车宣告，磁悬浮被高铁全面击败。高铁的造价成本1公里大约只要1.3亿，比磁悬浮低了1倍还多。可达3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也足以承接城市之间的快速通车。一时间，虹桥机场到龙阳路的磁悬浮有些鸡肋了起来。就这样，磁悬浮的机场联络线一度搁浅。但是随着上海发展的越来越快，常住人口2013年就已经逼近了2500万人，更不要说来来往往众多的流动人口。虹桥机场多为国内航班，浦东机场多为国际航班，在这2个机场之间转机出行成为许多商务人士的家常便饭。而2号线的机场之间联通还是太慢。就像上海到杭州坐高铁才只要40多分钟，上海市内的换乘却要将近2个小时，这怎么能够忍受呢？2个机场30-40分钟的快速换乘的打通势在必得，这不仅是为了上海，更是为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打造的长三角一体化。之前上海的高架故事视频中，老谢也聊过这一点。2009年之后，上海高架的桥梁两侧就已经变成了上海市内和市外，重点解决的是外省城市和上海之间的交通问题。现在的新机场联络线的必然性也是如此，重点不在于上海之内，而是上海之外。机场联络线为时间缩短的一小步，是全国公共交通前进的一大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机场联络线开通，不少人都认为对于生活便利帮助不大的根本原因。至少新机场联络线的初衷就不是主要为了上海居民准备的。至于机场联络线已经开通了7个站点，有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出来了，现在的机场联络线和之前磁悬浮的站点线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为什么新机场联络线会选择这些站点呢？其实无论是线路还是站点的设定，都结合了上海路网建设成本和建设难度慎重决定的。最初的机场联络线，光是线路方面就提出了6种方案，只是像最北侧的南河支线、最南侧的厦沿公路，建设阻碍小，但路程绕得实在太远。100公里的车程，全程不设站才能在预期内通达虹桥和浦东。而北京路和斜土路的规划，则从上海市中心穿行而过，虽然功能性更强，但动线的成本和建设的难度也同样更强。最终在2016年才终于定下了如今的外环走向，建设成本和难度都适中。同时，从上海整体的轨交路网来看，上海的外环线确实也需要一条轨交。线路既定，其站点的设定也不是无的放矢的。机场联络线的市域线和普通地铁的最大区别就是速度，最高16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地铁的2倍。这种市域线更像是东京的国铁 JR， 用更快更强的运输能力连接了更远的2点之间，同时和地铁换乘联动，从而铺开更大的路网。机场联络线本身建设的过程也参考了东京的 JR 线，像站内的站牌就几乎和东京如出一辙。尽管审美上不赞同，但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借鉴东京的交通路网确实是一种捷径，不然上海也不会在这30年内走完了东京100年的轨交之路。最高160公里的时速摆在明面上，最多40分钟的时间卡在这里。为保证机场联络线有着充足的提速时间，多次精细测算，除了两端的机场和尚未开通的浦东 T3航站楼上海东站以外，最多只能再设5个站点。如果换回最初的那版机场联络线的站点名字，你会发现这5个站点都不是乱设的，都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最繁华的地段。
七宝、华金、山林南、张江、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七宝站已经更名为中通路站，名字改了，服务的人群却没有改，依然是庞大的七宝人群。这里也是机场联络线开通至今的最大赢家。既是因为整条线路目前只有中通路站适合9号线站内换乘，也是因为一直只有一条9号线的松江，终于也拥有了直达虹桥和浦东的轨交。华金站目前更名为了锦宏路站，目前可换成15号线，未来还可以换成19号线和23号线。很明显，这站就是冲着徐汇去的，尤其是未来的徐汇滨江。山林南站就不用多说了，当然是属于前滩圈的，预留了和19号线以及奉贤线的换乘条件。不仅是前滩商圈内的商务人士，包括奉贤的居民也将会利好飞前。张江站则是更名为了康桥东站。都知道现在的张江正在外扩，最先扩的就是南下，站点设在康桥，心思却全在张江上。浦东这个庞大的产业园，未来将会换成堪称浦东最重要的地铁线路21号线，贯穿了浦东的4大核心产业：金桥、张江、迪士尼、浦东机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站更是懂的都懂了，迪士尼庞大的客流量都是受众。现在韩国免签，上海旅游的必备打卡点之一就有迪士尼的一席之地。规划未来会和朝奉线进行换乘，再加上虹桥站的可换乘2、10、17号线，建设中的嘉闵线、示范区线，浦东机场可换乘2号线磁悬浮 T3 航站楼和上海东站可换乘21号线和南汇支线。当机场联络线所贯穿的庞大轨交线路铺开，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机场联络线换成上海极为重要的数条纵向轨交，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便捷路网。这就是机场联络线最重要的战略意义。足以看出机场联络线站点的选址不仅慎重，而且极具前瞻性。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外环的重要地段怎么能少得了新庄呢？就应该在新庄也设立个站点。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一定也是经历过慎重考虑的。或许是因为2016年时春生堂保卫战，或许是因为新庄的路况不足以支持机场联络线的建设，具体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现在的机场联络线的站点应该是经历了多方衡量，甚至包括了居民因素之后的最佳方案。同时，机场联络线还有着另一重的重大战略意义，它还是上海第一条市域线。机场联络线的开通也预示着市域线的可行，意味着上海即将开启的新的交通方式，打造新的交通路网。上海现在的交通路网模式还是很清晰明了的，城市之间靠铁路走长途，城市内部靠地铁走短途。如今，无论是上海南站的全面升级、松江站的枢纽开通，还是铁路新庄站的运营，都预示着上海的铁路已经全面进入了高铁时代。包括上海北站、上海东站的高铁枢纽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尤其是长三角之间，高铁势必将会更紧密、更快速。而地铁只能增加短距离之间的紧密度，却很难增加速度。这就导致，如果上海不出现一种新交通工具的话，在中等距离的路程上将线路断档、时间过慢的许多问题之中，市域线的通车则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机场联络线给上海居民带来的便利程度有限，很正常，也没关系。上海现在还有4条在建中的市域线：嘉闵线、南汇支线、示范区线、南丰线。或许不出5年，上海居民就能够切实的感受到这些市域线究竟有多提升出行的便利程度了。远的不说，就只看嘉闵线，一旦也通车后，嘉定居民势必也会像现在的中通路居民一样感慨一句：太方便了。哪怕如今一提到上海的大环线，都会收到一堆嘲讽。可如果真的贯通的那一天，一定会书写上海交通路网的新历史。100公里以上的长距离高铁速达，60公里左右的中等距离市域线直达，10几20公里的短距离地铁便利达。增加了市域线的上海轨交，将真的不再只属于上海，而是整个长三角。最后的最后，作为一个房产 UP 主，我们还是回归到楼市上吧。地铁一响，黄金万两。机场联络线拉开了上海轨交的新篇章，会利好周边的楼市吗？小利好还是会有的，但大利好就不好说了。毕竟，哪怕黄金地铁线路，也是距离地铁站越近的住宅享受的利好越大。机场联络线既然选择了远离居民区，自然也减少了利好的程度。至少现在有多少人是真的能够靠机场联络线通勤的？更多的或许还是要继续等待开发，等站点换乘的线路通车，等站点周边的土地建设，等这里开始城市化，等这里的商务商业拔地而起，才是机场联络线更大的利好，也是更高的期待。
机场联络线从眼前呼啸而过，但机场联络线通车的这件事上，还真就不能只看到机场联络线。它不仅是缩短了两个机场之间的物理距离，给上海的经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是令上海未来的交通体系更加立体和多元，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和辐射力。俯瞰整个上海交通路网，机场联络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枢纽之一，连接的虹桥和浦东，连接的铁路和地铁，连接的过去和未来。对于上海来说，机场联络线的通车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也希望能够亲眼见证上海市域线的新纪元，而非昙花一现。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当你看完整个视频的内容之后，现在对机场联络线其背后的战略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吗？或者你自己对这条线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看法呢？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看法。我是老谢，一个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房产咨询师。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不妨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里的话，也欢迎大家帮助我们的视频多多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作品。你的支持才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